注意看，这个女人以为自己得了精神病，脑子里总有个声音逼她做坏事。可她不知道，这个世界除了她之外，所有人都是设定好的傀儡，而这一切都要从她发现自己是豪门小说里的恶毒女配说起。女人名叫江花山，是豪门沈家的少奶奶，但她的丈夫沈兰溪却在外面彩旗飘飘。更诡异的是，江花山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总会被一股神秘力量操控着去讨好、勾引丈夫，然后一次次被冷落和羞辱，活得像个小丑。她痛苦不堪，跑到医院想找医生开药，要么治好这病，要么干脆杀死了断。可她不知道，眼前的医生早已被她丈夫收买，只会敷衍了事。就在江花山绝望之际，她终于看清了真相。原来她并非精神病，而是活在一本叫《剧目世界》的小说里。她的人生剧本就是一个愚蠢、恶毒、专门为男女主角感情升温送助攻的炮灰女配。那个控制她的声音，正是这个世界的系统灵，逼迫她按照既定剧情作恶。系统警告她，如果继续觉醒自我意识，反抗剧情，下场就是被规则彻底抹杀。系统甚至用他最大的软肋来诱惑他，只要他乖乖配合，就能让他回到最疼爱他的爷爷去世前的那个晚上，回到过去。不，江花山要的是改变过去，他不想再当任人摆布的扁平人物，更不能接受爷爷被剧情杀的命运。既然规则不允许，那就打破规则。女人眼神一狠，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她要强行撕毁剧本，哪怕代价是让整个小说世界崩塌，也要和这该死的命运同归于尽。随着剧本被撕裂，系统发出了崩溃的警报。一阵天旋地转后，江花山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，回到了18岁那年，回到了那个视他如掌上明珠的爷爷身边。然而，作为撕毁剧本的惩罚，新生成的系统给他贴上了懒、蠢、癫3个负面标签。从此，他成了一个在外人眼里又懒又笨、时不时发疯的怪人。但江花山毫不在意，因为他有了一个无比清晰的目标，在这一世，他一定要查出上一世陷害爷爷的真凶，改写爷爷惨死的结局。很快，危机便悄然而至。沈家那个多智近妖的私生子沈归灵被他父亲带回了沈家。上一世，正是这个男人从正牌继承人沈兰溪手中夺走了整个沈氏集团，其心机手段可见一斑。江花山立刻对他升起了12分的警惕，他怀疑爷爷的死很可能就和这个看似温和无害的男人有关。于是，顶着懒蠢癫的人设，江花山开始了他的伪装。他时而疯疯癫癫地挑衅沈归灵，时而又懒散地躺在沙发上，用最无害的样子观察着这个被他暗中称为忍者神龟的男人。沈归灵也确实能忍，面对沈家人的欺凌和羞辱，他始终不动声色，默默承受，只为博取老爷子的同情与信任，暗中积蓄力量为母复仇。江花山看穿了他的伪装，更看穿了他的野心。在一次家宴上，爷爷心疼沈归灵，亲手包了一只虾给他。江花山清楚地记得，沈归灵对海鲜严重过敏，可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，只为在爷爷面前扮演一个乖巧懂事的孙子。这个男人的隐忍和狠辣，让江花山不寒而栗。他绝不能让他利用爷爷的善心，伤害到自己最亲的人。就在江花山苦恼如何才能变聪明，揪出幕后黑手时，冰冷的系统音再次响起。他意外触发了隐藏的宝藏剧情，拯救小可怜。只要任务完成，他就能获得一支可以改写任何命定剧情的巨木之笔。这支笔正是他拯救爷爷的唯一希望。可当江花山追问那个需要被拯救的小可怜到底是谁时，系统却只留下了4个字：自由探索。江花山陷入了沉思。这个世界里，谁才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小可怜？是表面风光，实则被家族和阴谋裹挟的沈兰溪，还是那个背负着血海深仇，在隐忍和算计中步步为营的沈归灵？他的敌人会是他唯一的希望吗？江花山必须尽快找到答案，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